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5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报告：第一个是休斯顿总领事馆他昨天撤销的情况；第二个呢是报告一下共军一个军官叫唐娟进入旧金山总领事馆之后，那么唐娟他最新被抓捕以及上庭的这么最新的情况。那么先介绍休斯顿总领事馆。休斯顿总领事馆呢，中共呢就是玩个嘴狠，也就是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的总领事叫蔡伟。蔡伟呢，他在7月23号，就是前天，他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还说什么？他说这个事情美国是非常蛮横无理的，来得非常突然，他没有准备，而且是破坏了外交礼仪、外交规则，所以说我们不会撤的，我们就坚守在我们的阵地，我一直会在这办公。这是蔡伟呢他自己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因此来讲，当时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就说人家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到时候不撤，看你美国人怎么办。因为美国给出的72小时最后闭馆的期限呢是7月24号下午4点钟当地时间，而且所有驻休斯顿总领事馆里面的所有工作人员的签证也都是截止到24号的当天夜里面。也就是24号晚上夜里面的，在24点之前，他们的签证就全部到期了。他们这一天是必须离开美国的。他们的签证虽然过去有效期不同，但是自从美国国务院宣布这个命令之后，他们所有人的这个签证有效期都直到24号当天夜里面，也就是24号你必须要撤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蔡伟他说他不撤，而美国人又要求撤。所以我们就想，那么到了24号下午，会不会场面很火爆啊？美国会不会强行破门而入啊？而中方他在里面就是不撤，到了那个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呢，我当时还讲没办法做出这个分析，因为呢，美国它不是专制国家，因为专制国家我就说过，早就是派武警冲进去，逢人就打，逢女就奸，逢物就砸了。那么美国是文明国家，应当来讲不会这样。那么结果呢，没等到24号啊。蔡伟23号发了狠，说是24号他继续办公，他不撤。结果24号呢，到24号上午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个视频，大使馆的人员全部撤完了，从23号就开始撤。24号上午呢，他们把大量的他们所要携带的物资，全部用外交邮带的方式呢，通通呢从大使馆里面把它撤出，然后所有的人员把物资撤走了以后，他们呢分别呢乘坐多辆车从大使馆全部离开了。也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国徽也拿掉了，国旗也降掉了，大门也锁掉了，整个领事馆里面没有一个人，那么完全是空无一人的这么一个领事馆。结果呢，外交部还发出一个声明，说是美国强行破门而入，进入了中国总领事馆。你总领事馆已经没有一个人啊，你走的时候你就不能大大方方文明的把密码交给别人，把大门的门锁交给人家，把钥匙交给人家。他们不，他们把大门的这个密码设上密码锁，他们把大门又锁上了几道钢锁。然后呢，等待着人家美国人来接管。那么到了24号下午4点钟，美国是有准备的，也就是美国这次派过去接管中国总领事馆的，这个是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司法部的法警，也就是司法部的法警在国务院的有关人员的领导下，他们一起到达了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现场。那么因为大门密码锁的，大门外面钢锁也锁的，这个门呢锁得非常牢固，因此呢没办法就这样随便打开。所以说呢，他们除了有开锁公司人到场，另外呢，这些法警直接就撬棍就上，因此是强行把这个门打开的。打开这个门费了很长时间，我们从现场的几张图片就可以看出，打开这个门是很吃力的。但是尽管这样，
那么美国仍然我不讲嘛，撬帮就撬，大门就打开，你讲不撤就不撤了，这不是你讲撤不撤，一旦国务院限定，这就是有法定条令，到了那个时候你不走就抓人。你以为中共的这些领事们，他们真的还是外交官吗？他们都是从事了间谍活动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按照国务院下达的这个指令，他们到时候一定是接管你休斯顿总领事馆的。这时候蔡伟在哪？蔡伟不是嘴狠吗？不是坚持到最后吗？没到4点你就跑掉了，你坚持到最后啊！这时候蔡伟在里面就是瓮中捉鳖，不把你蔡伟投到美国的联邦监狱里面才有怪的呢。所以说，最终就是中国驻美国休斯顿总领事馆的人员在当天早就撤得光光的，一个人也没有。蔡伟就是玩个嘴，中国外交部就是喜欢玩个嘴，他们呢就是这样。蔡伟那时候如果还在这个领事馆里面100%被押上警车啊，所以蔡伟跑得快得很啊，他不能等他这个签证到期啊，他当天晚上12点就到期了。如果在12点之前他不乘飞机离开美国的话，你以为他还跑得掉吗？光凭你的签证过期，以你的非法证件滞留就可以拘捕你。一旦拘捕以后，那可以讲，蔡伟一旦被抓，那肯定是走捅刀豆子啊！到这时候出卖党国还来不及啊！你以为这个时候他们还会去保护党国啊？就像这个唐娟一样啊，唐娟要求祖国保护他啊，但是祖国告诉他啊，你别给祖国添乱啊！什么祖国保护你啊？你现在赖在旧金山总领事馆里面，就意味着旧金山总领事馆很可能被美国第2个关闭。你怎么能为了你自己个人的安危，让祖国的大使馆为你关闭呢？到了这个时候嘛，你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你革命军人啊，这时候上啊！所以说大使馆二话没说，就在23号的夜里面就把唐娟交给了美国的警察，交给了 FBI， 因为唐娟24号必须在美国东区法庭出庭。那么 FBI 已经警告中国领事馆，你们交不交唐娟出来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事馆马上就跟唐娟讲100%把你交掉。那唐娟讲不是祖国保护我吗？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我这个军队身份是隐瞒，一旦出了问题，大使馆会保护你，大使馆到这个时候保护你。共产党是卸磨杀驴，共产党到什么时候会保护你？这时候你应该为国捐躯，为国牺牲，要保守党的机密。你现在应该是自杀啊！这是中共他一贯的，对任何一个他觉得没有价值、没有利用价值的人，马上就应该让你去死，马上就把你交给美国人。本来派你到美国是来刺探点情报的，为国捐躯、为国牺牲是天经地义的。现在到了领事馆，是否面临着你被关闭的问题？哪怕你跟领事天天睡在一起，这时候祖国也救不了你啊！所以说，唐娟100%就是被交出去的。唐娟就是在23号夜里面被中国旧金山总领事馆直接把他交给 FBI 的探员，然后直接就把他押捕到加州的首府萨克拉门托的这个联邦监狱里面去了。唐娟感觉到万分的沮丧，万分的后悔被押走的时候，这有什么后悔的啊？你跟着党国干，你就知道你总有一天被党国卸磨杀驴的啊！你可以讲你唐娟有什么贡献？你以为你是一个共军的女军官，你觉得你贡献就很大吗？管你做过多大贡献啊？那金无代的贡献不比你大啊？金无代是中共安排在美国中情局潜伏了几十年的特务，差一点当到中情局里面主管亚洲司的司长啊！那金无代潜伏几十年，为中共做的贡献多大？所有在朝鲜的战俘对战俘里面录口供都是金无代做的，所有的口供的翻译都是金无代最终整理好了以后上交给美国的情报部门的。而且美国的情报部门和美国当时在志愿军的战俘里面，一部分愿意返回中国大陆的是发展了很多线人的，所有的线人的编号、登记、接头密码，金无代全部知道，全部掌握。完了以后，金无代就把美国中情局这么重要的、这么机密的资料，这么多线人的资料，就全部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啊。所以说，这些线人他们最终当战俘一样回到中国大陆以后，没有几天，这些线人被集体全部枪毙了。那么美国中情局当时就解不开这个谜啊，就觉得这些人怎么会回去以后，即使是战俘审查，也不会优先的就把这一批凡是我们发展的线人全部枪毙掉。那么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死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掌握这些人跟我们美国可能有关呢？美国中情局几十年都没有解开这个谜，直到金无代在80年代落网，那么美国中情局才全部知道，原来是金无代这小子干的，因为他是审问员之一啊，他也是翻译之一啊，所有的文件即使他不亲自审问，也是经过他手翻译的，所以说他全部掌握。因此这些材料通通交给中共，所以说金无代对中共做的贡献多大啊！这么大贡献的一个人，金无代落网以后，那么当时中共怎么做的啊？邓小平就直接指示中共当时时任的外交部长李肇星，告诉李肇星讲，我们不认可，我们不承认有这个人，这个人跟我们没关系。
所以李肇星一再对美国在外交场合上明确表示，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我们跟这个人没有关系。他所有的交代都是对中共的诬陷，你们该判多少刑判多少刑，该枪毙枪毙，这个人尽快判死刑。如果你们美国认为他有罪的话，也就是中共赖得一干二净，中共表示跟你根本没有关系。你现在唐娟，中共没有敢跟你讲没有关系已经不错了。你躲进了中共的总领事馆，那么中共已经在总领事馆里面收留了你几天，现在 FBI 限令要总领事馆把你交出来，他们会不交？把你唐娟牺牲了算了，你唐娟算什么啊？这时候作为革命军人，你就应该为国捐躯；作为一个党员，你这时候就应该奉献你的生命。当初唐娟出国的时候风光啊，酒席就摆了几天啊。大家要知道，军人出国，尤其是军官要出国，要总参特批的，因为总参要帮助你伪造身份嘛，要帮助你办护照的嘛。正常的军人可以讲，从将军到士兵，人人都无权申请护照的。如果是军队的这些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他们要申请护照，都是由总参特批，很多人都是由总参专门的情报部门为他们伪造身份的。所以说，唐娟能够出国，这是组织上交给他特别任务，组织上特批的。因此呢，军人能够获得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如果能获得，能批准下来，那个荣耀啊！你想想看，到美国来镀了金，他们讲起来是留学的，是到美国来搞研究的，实际上都是来刺探情报的。这些人回去以后就可以升官晋级，就升官发财了。所以走的时候非常风光啊，让所有的朋友们都羡慕的不得了，指望着他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啊！现在傻了哇，10年牢，再加上25万美元的罚款，10年刑满以后，美国100%是驱逐。那么驱逐回中国以后，你以为就没事了吗？回去以后，组织上是要审查的。你在美国做这10年牢期间，你出卖了多少组织的机密？你有没有那时候无限的忠于党？你为什么活得回来？你以为他们这些人比当年朝鲜战场上的战俘回去的日子好过吗？说不定审查更严密。这些人，你只有现在立马就死掉，你才是为国尽忠，才是为党报效，你这时候才是为党献身。所以唐娟应该选择自我了断。你现在回去肯定是给祖国添乱，祖国不会饶过你，肯定要继续审查。回去以后，中共审查以后判刑做的可能不止10年牢。所以你唐娟30几岁在美国做完10年牢，40几岁回到中国再做个20年牢的话，你这辈子就把美国和中国的牢底坐穿吧。唐娟个人的情况，根据美国 CNN 的最新报道，唐娟目前是被关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昨天下午呢，已经在加州联邦东区法院已经出庭，这个法院呢也在萨克拉门托。现在呢，他是被指控呢签证欺诈罪，目前没有指控他的间谍罪名。抓捕他的呢是 FBI 的旧金山分局。根据呢7月20号旧金山地方法院发出的文件显示，唐娟是2019年10月份申请的访问签证，访问学者的签证，就是接完签证，然后他在12月27号入境美国的。2019年12月27号到现在也就是半年，他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担任研究员。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的介绍，当初呢他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他是隐瞒了他自己现役军人的身份，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服过役，跟解放军也没有关系。然后呢，联邦调查局呢就找到他，出示了2张他分别穿解放军陆军和空军军装的照片。结果呢，他本人呢当场否认。这个唐娟呢，就是共产党员，就是撒谎脸不红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共产党员在撒谎面前就是刘虎兰，就是江姐。他面对着美国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拿出2张他自己身穿陆军军装和空军军装的照片，他居然说什么？他不敢否认那个上面不是他，他居然说这个军装上面挂的各种徽章啊，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代表他是军人。也就是他即使是穿着军装的照片、制服的照片，他都说他不了解这个徽章表示什么意思。他这种公然撒谎，你就是欺负人家美国 FBI 的智商啊！你觉得 FBI 的探员就那么愚蠢吗？所以说，人家联邦调查局后来是搜查了他的寓所，在他自己住的宿舍里面找到了大量的证明他中共军官、军人身份的证据。所以说，美国联邦检察官在6月26号就正式以签证欺诈罪对他提出了起诉。然后唐娟呢，那个时候呢，在 FBI 接触他以后呢，他就跑进了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馆。他以为领事馆会保护他，就像当年大家记不记得89、64以后，中国整个学运里面其中的一个导师叫方励之，李淑贤夫妇就是躲进了美国驻北京的中国大使馆的。当时方励之夫妇躲在大使馆里面躲了很长时间，躲了1、2年。那么邓小平当时指示方励之是绝对不饶过的。那么美国政府呢和中国呢做了多方面的交涉，随便中国给美国多大的压力，
包括老布什那时候暗通款曲，跟邓小平暗自勾兑，老布什都不敢明目张胆的说是把方励之把他交给中共啊。那么最终邓小平要求方励之就写下3点投降书，也就是彻底认罪，而且呢保证到海外不从事任何反共的活动。同时呢，方励之自己申请，他是因为有病到第三方国家去治病，而不是治美国到第三方国家。方励之都照办了以后，最后方励之从大使馆里面被放出来，辗转他国以后，最终来到了美国。也就是美国为了保护方励之，美国不惜两国政府之间有很大的外交政治事件发生，美国都保护了你们国家的异议人士。而唐娟呢？唐娟到大使馆，大使馆不是你们的祖国吗？不是你母亲吗？这时候祖国要你吗？祖国这时候马上就把你抛掉了。你唐娟在祖国眼里面连个毛都不是，你现在连韭菜都不够。所以说唐娟他就被中共无情的抛弃。目前被美国抓捕并出庭受审的中共的军官一共有4个，他们个人的军衔职务不等。新唐人媒体呢对此呢有一个视频的详细介绍，我呢具体呢发给大家看一下。司法部文件显示，目前被通缉藏在旧金山中共领事馆的唐娟，2019年来美，曾任加州戴维斯分校研究员。2019年10月，他申请 J1 签证时，曾否认服役中共军队，被指控签证欺诈。6月26号，美执法部门向唐娟发出逮捕令及控告书。王鑫，中共军方9级技术员，少将军衔，隐瞒中共军方身份。2018年12月获得 J1 签证，2019年3月来美。今年6月7日，王鑫在洛杉矶机场接受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问话时，承认自己受上级及中共军校实验室指示，观察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实验室布局，并将相关资料复制给中共。6月22日，王鑫被起诉。宋琛，任中共空军总医院第4军医大学附属医院，2018年12月来美，申请 J1 签证时，谎称在斯坦福大学进行脑部疾病研究，并隐瞒中共军方现役成员身份。7月18日被捕。赵凯凯，就读印第安纳大学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专业。2018年6月申请 F1 签证时，隐瞒曾任职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该大学是中共军方主要科研教育机构。7月18日，赵凯凯被捕。若4名被告罪名成立，每人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及25万美元罚款。这几个人呢，现在已经全部交代了罪行，但是不管他们怎么交代，按照美国签证欺诈罪的量刑，都是最轻要判到10年，罚款25万美元。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美国政府呢关闭休斯顿总领馆，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休斯顿领事馆的几个官员啊，他正在对南海运作的几家美国的能源公司呢，对他们实施呢恐吓和诈骗，也就是对他们进行一种威胁，威胁这几个在南海正在进行作业的几个美国石油公司。因为大家都知道，休斯顿的管区呢，它正好呢是美国产生能源、产生石油的这一块区域，有很多这些能源公司呢，在休斯顿这个管区内和他们之间呢有一些外交上的往来。比方说，他们跟中国要打交道的，经常呢有一些公司的人员呢和中共休斯顿总领事馆呢有一些联系，而中共休斯顿总领事馆早就派人呢就渗透到这些能源公司里面，所以掌握这些能源公司呢在南海的一些运作状况。为了配合呢中共现在在军事上在南海的霸权呢，所以说呢休斯顿总领事馆呢就在做这方面威胁和敲诈当地能源公司里面的事情。所以说这是美国下决心，美国国务院要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的一个具体原因。因为是这个原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叫奥尔塔克斯，他在周三发表的声明中就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中共侵犯我们美国的主权，恐吓我们的人民。就是这么简单嘛，因为美国觉得跟你中共呢过去一再是退让，每次跟你好好商量吧，跟你商量时候吧，你就是双赢，双赢呢，然后你就是呢是你们赢2次，然后跟你们合作呢，合作你们说合作共赢，共赢就是你们共产党赢，从来呢美国人呢就赢不了，所以美国人就觉得每次都是你们共产党赢了，那你让人家美国人赢一回啊，也就是美国人赢一回，你看看共产党还在哪里？美国现在可以讲，他这次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美国是做好全面外交升级的这个准备的，也就是美国人肯定有预想方案。关闭掉休斯顿总领事馆，中共一定会在中国关闭一个美国的领事馆，而武汉的这个总领事馆呢，美国已经不打算再开放了，因为美国已经向中国申请过，这次疫情中国武汉的疫情差不多的时候呢，美国的外交官本来是打算回到武汉总领事馆的。但是呢，中共找各种理由去刁难，最终就变成了武汉的总领事馆呢，实际上是处于一种
长期关闭的状态。那么如果是武汉领事馆属于长期关闭的状态，而这次成都总领事馆又给中共撤销了，那么实际上美国在中国已经关闭掉2个总领事馆了。那么随着中美之间双方外交的升级、军事的升级，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就完全有可能是中美双方都关闭掉对方所有的总领事馆，甚至是断交，关闭掉对方的大使馆，这都是完全有可能。如果是到了断交、关闭对方大使馆的这个地步，那下面肯定是开战了。所以说，美国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国策的调整。川普总统昨天在白宫再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针对中国专门说到，中国投送了非常糟糕的礼物给我们，他们完全有能力控制，但是他们恶意把这个病毒扩散到全世界。我们虽然跟中共签订了很好的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目前对我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And then China sent us this horrible bad present, a real bad present. They could have stopped it. They should have stopped it. And we made a deal. You know, we made a trade deal with China. And it was a great deal, but it means much less to me now than it did then because I'm not happy with what they've done to the world. 也就是川普一再表态，中美之间现在签订的这个贸易协议对于川普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川普最近这2天连续表达了中美之间这个贸易协议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既然川普对中国最后那一点期待，最后那一点希望，就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一个贸易，还能达到一点贸易平衡，还能通过贸易在中国搞到一点利益的话，川普连这个都放弃，那么剩下来是什么呢？剩下来就是美国全面的战略转变。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的这个演说就是冷战宣言，就是对中共的一种宣战。蓬佩奥在这次演讲里面已经明确提出，美国即将成立一个新民主联盟。什么叫新民主联盟？好听点叫新民主联盟，实际上就叫新反共联盟，反对中共联盟，反对中国共产党联盟。而且蓬佩奥明确就说会把台湾放在自由世界阵营。放在自由世界阵营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美国根本不担心中共解体以后中国大陆的民主体制问题，因为台湾是现成的样板嘛。蓬佩奥就夸奖台湾的民主是自由民主的一盏灯塔，既然是灯塔能够照亮了台湾，当然可以照耀他们同讲一个文化、同样一个民族、同样一个语言的中国大陆了。而且中国大陆对于中华民国来讲就是一个沦陷区，也就是中华民国可以光复大陆，可以重新把中华民国还都中国大陆啊，这是一个民主体制啊，也就是中华民国重新回到中国大陆，中华民国这个国体仍然存在，把它恢复成联合国五常，这也是一种方法啊。或者是复制台湾现在的民主制度到中国大陆去，所以说美国根本不担心解体中共以后中国的民主体制会怎么走，现成的台湾的样板可以复制，可以中华民国光复大陆，这2种方法美国都可以选择，这时候的主动权在于美国手上。所以说美国不担心，因此美国它即将建立的新民主同盟实际上就是新反共联盟。这个反共联盟是全世界美国的盟友加上台湾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以后，把共产党解体以后，然后在中国缔造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这么简单啊。可以讲这一届内阁，川普的这届内阁已经完全认识到，在中国只有解体中共才可以解放中国人民。蓬佩奥说得很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保卫国家的，不是保卫人民的，他就是共产党的党卫军，他是代表共产党去镇压人民的。蓬佩奥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啊，从8964解放军坦克车机关枪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到解放军出兵西藏、出兵新疆，到解放军驻达香港，他们哪一次帮过当地人民啊？他们哪一次不都是威胁维稳当地民众的啊？他们真正跟印度人打仗的时候，他们只敢10块木棒杀。他们哪一个解放军这时候是保家卫国了？他们碰到真正要守护国家边疆、守卫国土时候，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但是他们镇压人民时候，他们出动正规军，他们坦克车、机关枪一起上。所以说，蓬佩奥很清楚嘛，中共就是这么一个邪恶的政党，养了一个党卫军，养了那么邪恶的一个军队嘛。现在就说美国整个这个内阁，包括美国2党，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参众两院，加上川普总统领导的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共的决心，调整了美国的国策。你看看，美国和中国主要是跟中共啊，从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跟毛泽东恢复中共和美国的关系，
这么近50年来，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从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没有一个不是政治家，没有一个不是从事了一辈子政治的、搞政治正确的这些政治家。但是这些政治家没有一个人认清了共产主义毒害的，没有一个人他们要反对共产党，没有一个人不跟共产党沆瀣一气，跟共产党在一起勾兑的。反而是两个非主流，一个是里根总统，里根总统是拍电影的演员，另外一个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是一个盖房子的商人。他们两个人反而是认清共产主义的毒害。苏联是倒在里根总统手上，整个共产主义苏东的垮台都是里根总统发的力。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又吹响了灭掉中国共产党的号角。因此来讲，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知道政治家是多么的靠不住。所谓玩政治正确的，基本上就是玩权力、玩利益，主要是玩他们自己家族个人的利益。而里根总统也好，川普总统也好，都不是政治家，但是他们都超越了政治家。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们秉持了美国正义的价值观，也就是拥有美国正义的价值观，最终就可以战胜共产主义，战胜共产党。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要珍惜这个良好的时代。我相信川普总统在蓬佩奥和川普总统现在这届内阁的这个紧密支持下，在打倒共产党、解体共产党的这个决心下，我相信川普总统是可以获得连任的。然后最终川普总统在下一个任期就可以完成解体中国，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体制的、不再受共产党奴役的新的中国。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